Yes. 你有经历过自己的路赢了，其他路却血崩吗？有看过自己打也不做事令队伍没优势吗？明明自己有实力却上不了分，那今天你的运气来了，因为我会跟你说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相信这个很酷的东西，可以不用技术的情况下轻松上分。偷偷告诉你，我这大概只有黄金技术的，只用了30场就上了大师。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那听起来很不错，对吧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听起来好到不真实，这是诈骗吗？我要你想一想。妈的，又不是要你钱，我骗你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吉林教教主，是一位努力把吉林打上中路 T0位的玩家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跟很多人一样，也很喜欢玩技术型角色，不过始终卡在黄金段位。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甚至开始有了工作，技术也开始只降不升。在不停输游戏的情况下，我一直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无视技术水平上分呢？直到我看到了吉林这强力角色。事实也如我所想的一样，在赛季末，我只打了近30场就从白金虐上去大师，也帮不同的朋友把2个账号也成功冲上大师。很可惜的是给 Garena 骗了，明明说是14号赛季结算，我算好了我账号15号会调去钻石，结果是16号结算。闲话不说，首先说一下吉林教玩法的理论吧。在正常玩法中，吉林是一只很弱的角色，对线很多角色都赢不了，到团战伤害又比别人低，也经常成为头号战犯。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，奇怪，吉林这么弱，怎么还用它上分？这不是在笑话吗？你妈退钱！先冷静点，那只是正常玩法中的吉林，而在我吉林教玩法中，吉林是全角色最強沒有之一。冇賴師傅，冇錯，傳統嘅詠春係以守為主，但係唔能夠一成不變嘅，變化咗嘅詠春變得更加靈活，有腳法，有術法，一招多用，招招實用。在吉林教玩法中，永寒、冰川、虚弱就是我们的3本柱，而集3本柱在身的吉林就会变成有双 AOE 硬控，3秒冷却的99%加速减速，42%减伤和不到30秒 CD 的复活。特别在对手没位移的情况下，软硬控制链甚至可以达到7.5秒。假如能把第4柱咒恨锁链拿出来，还能对自己减伤55%。在到达110冷却以上的时候，就能达到无限接晕，把吉林的强大发挥到极致。偷偷告诉你，吉林配冰川是有 bug 的，双 Q 的触发时间会从6秒变成8秒。那要怎样才能把吉林理论上的强大在游戏中发挥出来呢？毕竟吉林在对线期这么弱。放心，为了教徒们，我会把吉林教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。不过这只是核心玩法，在游戏中的细节我会一一道来。符文的话，艾丽是偏前中期，冰川是偏中后期。如果你是对线大于游走，就用艾丽，反之带冰川。如何分辨对线游走谁大一点呢？当你角色消耗能赢对面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带艾丽了。当然，我是不会让你花时间分析的，对线以下角色都可以带艾丽。召唤师技能基本上带虚弱就好了，传送对吉林来说是前中期技能，而虚弱是全时期，并且越后越强。带了虚弱更能强化游走能力，在前面中野对决更是神技。真香！哎呀，装备也是不变，冰川、女妖、CD 鞋、星河和咒恨，最后一件随便吧。我打100场都不一定有1场能溜神装。我个人是喜欢先出咒恨啦，便宜了500块，又可以减伤。正式进入游戏，无论你是玩什么路，
第一时间都要把吉林拿出来，给人一种你是吉林专精玩家的感觉。对了，我叫阿杰，我也常来这里玩，他们都叫我杰哥。杰哥啊，这样队友才有可能配合你角色。你甚至可以拿吉林请求别人换路，队友很多时候也会好好配合。五话，让我看看！不要！进入峡谷后直接冲过去中路，然后转入边草。如果他们想一级团战，就跟他们说你一级没用，还是不听就打吧，输赢也好，反正战犯已经不是你了。等到1分15秒左右就可以进对方野区放眼了，记得要先掉炸弹探草，记得不要从边线走回中路，不然会给敌人消耗之余，眼位也可能会让对面知道，从而做出应对。作为一个专业的吉林玩家，我们的视野分数要在队伍前3位才是称职的工具人中路，这些视野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队友。問得好，你等等，成呢啲錢就唔係我袋嘅，係捐俾中國萬千苦難嘅同胞，使到人人唔單止有書讀，仲人有功練。咁就係咯，放落去啦。你要把所有队友当成屁孩一样，你在小地图盲发信号，他们是不会理你的，所以你需要多放眼，让你那些没喇叭的队友知道是真的有人在那边。另外，很多人不知道蓝眼的视野范围是比他显示的要多，可以利用这一点一次照3个草丛，而敌人不知情，甚至能做成绝地反击。在前面3只小兵快死的时候，算好时间用炸弹炸死。第2个炸弹也一样，直到你3级的时候，看看哪一条路能游走。而这一场的幸运儿就是船长，他刚死了出来，还没时间放眼，我们就帮他一把，将他送回家埋眼。在过了40秒后，因为看到船长刚出来，应该没时间放眼，所以我叫达也一起去提示他回家埋眼，但是队友太心急了，所以我没拿到助攻。在30秒后，我又看到船长刚出来，又没时间放眼，所以我又去提示他回家埋眼。不过这一次就不叫打野了，不然我又没助攻。40秒后，我本来是想再去探望一下船长，叫他回家埋眼的，但是他已经不用别人叫了。看到船长一直回家，辛朵拉心态也出现了一点变化，所以我们也把他送回家接受治疗。船长对于我的提示回家服务十分的满意，一直在称赞我们。也因为我的服務，令他燃起了那一團熱愛跳舞的火。我豬肉佬何嘗唔想成為一個偉大嘅舞蹈家？途中船长有尝试过努力玩下去的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点希望，因为真正的绝望是人们把假希望当成真的时候，却发现是更大的绝望。最后，船长在我们的护送下快速回家11次，对位经济和吃兵也有1倍的差距。这是钻石局，只要用我吉林教玩法，就能变得跟打铜牌一样。可能有人说顺风局怎样打也能赢啊，
那再给你们看一看落后1万经济的翻盘局。这一场的辅助是个一点都不会玩的妹子，所以我猜测 AD 应该是有点实力的，而有妹子加成 buff 的 AD， 在我看来绝对是个大杀器。打不过，投了。这就要投了吗？妹子辅助在1级就被对面杀了，所以我在2级清完兵后直接跑下去游走一波，让 AD 把2个人头全收。到了7级的时候，我在游走下路的途中又听到妹子的惨叫声，已经是第4次了。为了把下路养起来，我决定走回三角草等队友出来。看样子已经不能再等了，所以我决定出来卖一下。最后成功的把他们辅助送回家。一代宗师马保国说过，我们要不讲武德，偷袭。所以我们又去下路了。对面排位不算低，已经打得很稳了，这样也才死了7次，远远不够呢。不出我所料，由于辅助的水平始终不在这段位，在中期的团战可以说是完全血崩。从小顺风打到大逆风，就下路的经济差距也差了快5000。不过经济再多也没用，在我大吉林下，减伤、控制、再控制，整场团战连 A 一下都没有就给出了1000块。到了后面团战，对方全队已经被我的帅气弄得心慌意乱。见到我后什么也不想，直接交出3个大招来留我。难道不知道吉林后期是想死也死不了吗？在对面技能全交的情况下，老鼠光明正大的走出来 A， 完美的打赢了一场翻盘局。队友们也因为成功翻盘，直接也不装了，一边推一边秀专精。现在展示完顺风局还有逆风局，也到了这条影片的尾声，让我快速回顾一下影片的重点。要明白脊灵蛟和正常脊灵的分别，脊灵蛟是靠自己游走拿优势和加强后期队伍统治力，而正常脊灵是中路抗压，队友能赢就赢，崩了就崩了。要善用装备隐藏效果，例如冰川被动在脊灵手中能有8秒时间，还有蓝眼视野范围假象。召唤师技能和装备顺序，可以起手多拦截吃兵或起手药剂对线 poke 角。记得进入选角秒选吉林，进入游戏30秒内进中路边草，1分15秒进红区放眼。为了团队多做视野，没事做就去游走，被控线也去游走，谁没闪没位移搞谁，搞到对面挂机才算合格。脊灵蛟的脊灵 CS 等级装备都不重要。基本上有永寒女妖大招虚弱就成型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完场后记得把对面送头挂机的检举一下。以下为实测视野最佳位置。我研发的脊灵蛟核心打法和可用艾丽符文的角色图示，可以截图存下来慢慢看。我是脊灵蛟教主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